小白，大梅姐，你在干嘛去啊？我找你呢。你找我？对，找我有事啊？我这儿有件好事儿。好事儿？什么好事儿啊？小白，你这已经单身好几年了吧？对，是有3、4年了。小白，你这总这么单着可不是个办法呀。这咱们村跟你一样大的，这有好多这都已经当爹了呢。你看你到现在连个对象也没有，知道，这不是没有合适的吗？是不是心里面也挺着急的？是啊，我急也没办法呀。我跟你说啊，姐这里啊有个姑娘，挺不错的，长得也漂亮。是吗，姐？当然了，这姑娘啊人可好了，姐这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。那谢谢你了，大梅姐。这女孩啊长得也漂亮，这个子也高，各方面都挺不错的，就是她的情况有一点点特殊。情况特殊？没事儿，姐，这我都多大了，再加上我们家条件也不是很好，特殊就特殊吧，无所谓的，能成就行。那行，既然你愿意的话，那姐就安排时间让你们两个见见。行，那到时候你给我电话说。好，那你赶紧准备准备啊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好。到了，就这家。啊。小飞。哦，门没锁。来，小飞。大梅姐啊，来坐。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那个男孩，叫小白。小白是吧？对，小黑是吧？小白，我跟你说，他这人啊可好了，他是能干又老实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你们俩就慢慢了解，我出去等着。行。好好聊啊，好好聊。好。这大梅姐说的没错，你是长得挺漂亮的。哎，对了，大梅姐说你情况特殊，你哪个情况特殊啊？这大梅姐可没跟我说你眼睛不好使啊，这么大肚子看不到啊。你这是怀孕了？我还以为你是吃的胖呢。你脑子有问题吧？吃的胖能大胖肚子胖那么大呀？怎么着？你认为我怀孕了还配不上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别看我怀孕了，像你这样的我还看不上呢。没有，配得上，怀孕了也没事儿，正好呢，也省得再生了，挺好的。我愿意养这个孩子。你替我养这个孩子，你知道养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吗？你拿什么养啊？拿什么养？不让孩子饿着，给孩子一个家不就行了吗？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，还不让孩子饿着？你首先先想一想，你怎么才能把我娶回家吧？这彩礼我至少要50万，这媳妇儿都娶不上，还想着替别人养孩子，你这白日做梦呢。50万的彩礼，小薇，你这要的是不是太多了呀？我们家的条件不是很好，50万我们家拿不出来呀。你看看你那个穷酸样，我要这50万就多了。我可告诉你，我那个前男友给我100万的彩礼呢。那他为什么没跟你结婚呀？为什么没结婚？那是因为我们俩有各种的问题，所以才没结成婚。你别管那么多，我这只给你要了50万，才要了一半，这多吗？一点都不多。那拿不出50万，那咱俩是不是就不能成了？拿不出50万，我告诉你，我压根就没盼着你能拿50万，就看你穿的这个穷酸样，你都不会拿出那么多钱。姑娘，你这说话这怎么越来越难听了？这就难听了，这怎么人穷还怕人家说啊？这没钱就不要出来相亲，你这不是连累人吗？小薇，恐怕你和你前男友分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你这张嘴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没什么意思，
只是有感而发罢了。小飞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拿不出这50万。就算我真有这50万，我能娶你？嘿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你自己也不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条件？你这儿怀着大肚子呢，说话还那么恶毒，我看有哪个男人敢娶你啊？咱们俩的事儿算了吧，你还是等你那个能给你拿起50万彩礼的人吧。嘿，我说话恶毒，我告诉你，你就能拿50万，我也不会嫁给你这种人的。行了，话不投机，到此为止吧。再见。再见，再不见。穷酸样，大梅姐也真是的，什么男人都往我家领，什么不三不四的、阿猫阿狗的都能来给我相亲了。怎么样？大梅姐，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呢？怎么了？聊的不行啊？你说她怀着孕就算了吧，她还给我要50万的彩礼啊！什么？50万？是啊，而且说话还特别难听，对我各种羞辱。这小飞平时说话也不这样啊。大梅姐，如果我真有50万的话，我能娶她这样的，以后还是别给我介绍对象了。你别这样，这次师姐可能看走眼了，下次等姐有好了，一定给你留着，啊。行了，你也别生气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先回去吧，我说说他去。这个小飞。大梅姐，你来了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说说你给我介绍那什么对象呀？穷不拉几的，要个彩礼都没钱。下一次也给我找点有钱的，别什么样的人穷酸的都往我家里带。小飞，他怎么了？这小白不挺好的吗？啊，人家哪点配不上你啊？你也不看看你自己现在是什么个情况？这肚子都已经那么大了，你还那么挑？大梅姐，你看你说的这话，不管这肚子大没大，那这挑人肯定得挑了。是，你挑人，这我没意见，但是你挑什么呀？啊，你如果这是小白的人品不好，你挑剔，这个我无话可说。但是人家这小孩挺好的呀，人品也好，踏实又能干，除了家里条件不是很好，人穷了点，人家哪点对不起你？再说了，你想找有钱的，那人家有钱的还想找年轻漂亮的呢，干嘛找你这怀了孕的呀？那我前男友都给了我100万彩礼呢，这我只给他要了50万，我都已经给他少要一半了。小飞，你还好意思提你那个前男友呢？他是给了你100万的彩礼，但是你嫁进他们家了吗？你不照样怀了孕被他不给抛弃了吗？他怎么不要你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前男友虽说人有钱，但他就是一渣男。小飞啊，你听姐的，你呀，别再挑了。你看看咱们村里边那没结婚的年轻小姑娘，这都一大把的。人家要年轻比你年轻，要长相比你漂亮，人家彩礼都不敢张口要50万呀。你这一张口要50万，你这不得把所有人都给吓跑了呀？再说了，你这还有挑的日子吗？你这肚子再怎么看也有7、8个月了吧？这再过1、2个月，这都该生了。等到时候要是生了孩子，你一个女人家你怎么带？你这又得给他买奶粉，又得买尿不湿，你这房子也是租的吧？你这往后还得交房租，又得带孩子，你一个女人这得多辛苦啊！你想没想过？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找一个踏实能干的、对你好的男人，一起抚养这个孩子。你现在明不明白？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光图别人的钱，人家就算彩礼给你再多，你以后结了婚，日子过得不幸福，那有什么用啊？大梅姐，经过你这么一说，我想想也是的，之前是我考虑的不周到。你帮我问问那个小白，就是我不要彩礼了，他还愿意和我再见面吗？你说说你啊，这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那小白还跟我说，你跟他见面的时候，
不仅彩礼要那么多，那说话也可难听了。你说你说话说的那么难听，你这让姐怎么拉得下这个脸跟他去说呀？那不是，我想着，我也没想明白，我想着我俩肯定不会成的，所以才故意说的那些难听话的。哎呀，大梅姐，你再帮我想想办法呗。行，那你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我就再拉下一次脸，我就再找他好好说说，让他再给你见一面。行，大梅姐，他如果实在不想见的话，那你也就不要太勉强他了，毕竟是我先做的不对的嘛。我知道，不过你以后啊，再跟别人见面的时候，说话可得注意着点儿。我知道了，我一定注意。那行了，你先在家歇着，我先去找小白，再跟他好好说说。好，那麻烦你了，大梅姐。没事儿，我这不是为了你以后着想吗？是，我知道。走啦。好。